好，接下来科技中美之间的科技战，我们赶快来关心，这个是一个最新的突破性的消息，摩尔县城华山出鞘哦。我们今天会来关心它的黑科技，这一个叫做花岗的 GPU 加持之后可以对标的是辉达的 Blackwell， 可以斩断辉达的 Q 打护城河吗？今天一起的来做关心。摩尔县城在这几天发表了这个开发者大会，丢出了一个震撼弹，大家在看到它上面这个发表会上面，除了有产品之外，另外就是一份对准辉达，也就是美国科技霸权的这一份公开战帖。战帖是什么呢？赶快来看到，才完成了 IPO 之后，摩尔县城才隔几周的震撼弹。赶快来看到，它是以亮出了超过500项的授权专利，打造出一个全新的 GPU 架构，这个叫做花岗。好，这个黑科技今天带观众朋友稍微来了解一下它是什么。有什么样技术上的提升呢？包括在运算的密度上面大幅提升了50%，能源效率则是最高可以达到10倍。重点是它也可以一次撑起超过10万张显示卡的 AI 算力重集，是为了这个 AI 训练啊，还有它这种推论的一个国家级的一个设计。摩尔县城还一次推出了3款重量级的新产品，总共是3张牌。第一张牌就是华山，这个呢是说是对标了 Blackwell 之外，它这边主打的就是 AI 的讯推一体、超智融合记忆体。存取容量更是超过了 Blackwell。第二个，它的第2张牌就是庐山，它的游戏卡的性能大幅提升了15倍。最后第3张牌是它推出的长江，整合了 CPU 加上 GPU。那刚刚讲的都是在这个硬体的部分，软体的部分也要带观众朋友来看到这个 Musa 它同步的升级，它被视为是未来是可以取代辉达 Q 打的一个重要方案。如果它全面自主化的话，等于 AI 领域是可以取代辉达的。那么，所以节目一开始要请教委员怎么看摩尔县城刚刚讲的亮出的2个新黑科技，一个是花岗，一个是华山，厉害的地方真的能够挑战 Blackwell 吗？还有辉达重返中国大陆之路，有可能就这样被封死吗？委员怎么看？中国大陆在发展这个 AI 的晶片啊，可以说是日新月异啊，发展非常的迅速。而前段时间刚上市的木犀啊，它是拥有的是中国大陆第一款通用 GPU， 其他的都不是通用 GPU， 包括华为做的也是 ASIC 的 MPU， 通用的 MPU 这样子而已。然后对于这个辉达，因为它用这种通用的 GPU 啦，独霸全世界。现在摩尔县城站出来挑战它，是木犀以外的第2个。而它用所谓的花岗架构，其实就是 GPU 设计的架构，它取了很好听的浪漫的名字叫花岗。其实跟岗没有关，跟花没有关。它是单纯的一个新的设计架构。这个架构有什么特色呢？它在克服一个很大的难题，就是中国大陆因为没有台积电帮它加工。所以，即使中芯国际在做的时候，它硬件的技术老是有天花板，就是卡住啊，耗能特别高，然后速度特别慢。所以他这样说，我硬件到不了那个水准，我就在软件上面的架构更改我的设计，那我就可以形成所谓10万卡大规模这个集群运算，10万卡我10万张摆在一起的效能，跟你一张跟你比输你，10万张比起来跟你差不多。未来50万张、100万张，那考不好就可以超过你哈。所以它是一种改变架构来这个弥补那个硬体不足的一个很重要的策略。所以它把它取名叫花岗。根据这个花岗设计的架构，它产生出来2款晶片，一个叫华山晶片，一个叫庐山晶片。现在可能是阿里山晶片哦。这个华山晶片是纯粹做这个大语言模型的训练跟推理的。我们上次讲过训练跟推理有什么不同？那现在因为他知道他的训练跟推理的在图形渲染上还是有它晶片技术上的缺点。因为对辉达来讲，它是一款晶片打遍天下，你图形 OK， 推理训练都 OK， 所以它单独的弄出一种图形的渲染的计算的，叫做庐山，叫庐山。所以2张卡摆在计算，然后它从 Blackwell 得到这个概念。那我把 CPU， 因为每一个都要 CPU， 它只是 GPU 为主，要把 CPU 把它绑进去，所以就出现的 System on Chip， 我们叫 SoC。那 SoC 应该中芯国际做得出来了哈，或者长江存储应该有可能做得出来啊。那以这一款来
做的话，它现在正式推出来。那现在面对的挑战是什么？如何建立生态系统？什么叫生态系统呢？这个各种终端设备都能够跟我连线，那各种 APP 或各种其他程式会架构在我这个晶片上面。对啊，看有多简单讲，有多少人一起来用，我就有多大的市场。然后越用就越纯熟，越多人就越熟悉我的花岗架构啦。啊，或者我的 Musa 这个软体系统，Musa 就是它的操作系统，它跟 CUDA 一样都是操作系统。那如果我用的人多，我规模扩大了以后，我就会占有一席之地。啊，那现在全世界当然是以辉达的 CUDA 做标准。那这个摩尔线程很有志向，武功练成啊，下山一拼，我觉得很好，应该大家都给他鼓励。但能不能完全取代这个辉达，我觉得还是有难题啊。第一个难题就是说，它在中国大陆里面哈，要先经过内卷，有那个华为啦，有木犀啦，有这个摩尔线程，未来搞不好还有必润啊、穗源啊。他们怎么都取了有点像《封神榜》的名字，很有意思，很有意思哈。然后这些东西如果形成一个很大的生态链的话，它能不能在中国大陆内卷脱颖而出？那脱颖而出能不能走到国际上去跟辉达竞争？那在中国大陆市场上面，当你还没有办法成为一个世界级的竞争的对手，比如说我现在是亚洲奥运，我现在去跑这个奥运，对不对哈？世界奥运，那如果到那个程度的话，他就取得了跟辉达全面竞争的一个门票。那如果打赢辉达，他就变成一个世界级的股票大王。好，确实哦。那所以 Musa 目前为止是要先在国内做一个竞争，接下来才可以看能不能跟辉达再做一个竞争，就是 CUDA。因为现在辉达其实最担心的确实就是 CUDA 被取代。那我们看到 Musa 它在升级的同时，它是可以透过程式码直接转回 Musa 的格式的。那让另外一方面，开发者也不用全部重写，这个是 Musa 它等等它目前拥有的一些优势。杨老师又怎么看？CUDA 其实是NVIDIA 针对它自己发展出来的 GPGPU， 这叫做通用图形跟计算模式的这种称呼。它是作为平行计算平台跟程式设计模型，然后让开发者能够用 NVIDIA 自己的 GPU 来达成这些通用计算跟图形的功能。那 Musa 现在发展出另外一套的，就是说比他认为说可以跟他相比拟的。可是我看到大陆这边自己本身的就是研究Musa 跟 CUDA 之间的差别从3个层面。第一个是技术代差多少呢？他们认为至少还差2-3代，也就是他们认为差一个摩尔线程，就用一个摩尔线程过去这10年的5年来的这个功力，还差这样子的一个阶段。然后你看到摩尔线程用的是14奈米，而就是 NVIDIA 已经用到了是4奈米，摩尔线程用的是12奈米。那在生态建设上面呢，整个生态环境就所有的这些相关应用的层面，它差2个摩尔线程。那这个差的就更多了，对，因为你光是在技术差2-3代，你在整个生态运用层面差的就更多，因为它才刚出来嘛，而且5年来才做到，就做到什么？做到 NVIDIA 过去10年来走的路，NVIDIA 差不多是16年、17年，然后呢，在18年左右的时候才出现最新运用的 AI 这个 GPU， 所以摩尔线程其实是这个快速超车是没错，但是还有一代差距。然后呢，在产业链的自主第3个层面呢，又差一个摩尔线程。也就是说差大概5年的时间，大概整个你就看到其实有一段差距了在技术、在生态、在这个产业链指的也会是在应用的这个层面。不过他们还是强调，以中国大陆自己本身内部的市场以及政策的提息。还有就是摩尔线程跟相关的这些中上下游，它过去的几年的快速超车的成效，我看到这2天在大陆召开就是两岸企业家峰会，那有一些台湾这边的这个企业家的观察是，未来3到5年，中国大陆会在 AI 晶片会有更快速的突破，所以讲的大概就是摩尔线程跟其他相关的，还有新凯莱，那指的是仪器的层面。
是好，所以这一场中美科技战，我们刚刚看到，除了比较中美之间的这个软硬体之外，另外一方面，其实中国大陆还有的优势就是现在在能源的发展上面，不管是它的发电量，或者是它的整体的成本，其实都是比美国还要更优势的。我们来看到中国大陆的发电产能是3300 gigawatts， 那美国是1260，整大陆是多了2倍。成本方面，大陆是1度电3美分，在内蒙古，美国的维吉尼亚是7到9美分。美国还有机会翻盘吗？在这一场中美 AI 大战上面，吕县长怎么看？无论是辉达的 CUDA， 或者是摩尔县城的 Musa， 不管你要是哪一种，你要成功的运作，你都要依靠的是电力。如果没有电力的话，万万不能。为什么？我们从这张图，也就是美国那个从2010年到2026年的一个电力需求，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其实原来的这一个都是线性发展，可是到了2023年之后开始跳跃，那也是爆发式的成长。为什么？因为这时候已经进入了 AI 的一个世代了哦。那也就因为如此，所以我们看到啊，在之前2022年，那这个时候还是拜登这个时期。拜登强调的是什么？他使用的是洁净能源，也就是再生能源来填补这个需求。可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川普，他是这样吗？他完全不是，他认为这样太慢了，所以他完全不信任这些洁净能源，他要的就是核动力。那也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大家认为美国要盖非常多的大型的核电厂，反而不是，他推出了非常多的小的这个核子反应炉的这一种设备，这种设备配合的是什么？配合的也就是它的资料运算中心，需要电力的时候，你就装一个核反应炉。那这个核反应炉是不是安全？那我们先放在一边。但是最重要的是什么？我们看中国大陆的发展，中国大陆的发展一直都是东数西算，也就是它在东部，也就是沿海这边，它形成数据，然后它交到把这些透过快速的光纤交到西部去运算。为什么？因为西部才是真正产出电力的部分。我们可以看到啊，有关于风力的部分是在内蒙所形成的。我们看到冬天不是东北季风南下，内蒙就是第一站。那另外有关于光电的部分，内蒙跟新疆都是。那有关于水力发电的部分，我们看到的也就是在西藏以及云南。所以我们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些全部都是洁净能源哦。中国大陆也因为如此，所以它的电力来讲是便宜的多，比美国便宜的多，而且它还在尽量的开发，也就是它未来的有关于无论是数据的收集以及运算部分，绝对比美国更具有竞争力。好，谢谢李县长。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